突袭直播的瞬间，一句歌神炸裂全网的导火索。那是一场原本平平无奇的直播，时间不长，流程简单，互动轻松，没有提前铺垫，没有刻意安排，只是普通的像无数明星开过的直播一样。但真正决定让这场直播成为名场面制造机的，是一个突然落下毫无征兆的称号。当赵今麦抬起头看向镜头外那个刚坐下还在整理耳返的人时，他的表情不是刻意营业的那种甜，而是带着一种熟悉的松弛感。眼睛弯起来，眉尾轻轻挑着，像一个想要逗朋友又忍不住提前乐出来的小孩。然后他突然脱口而出：我们今天的歌神终于来了。直播间空气像是被静止了半秒，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看到宋威龙整个人像被击中了一样怔住。他显然没想到自己会被这样介绍，耳朵肉眼可见地迅速变红，连脖子那一块皮肤都染上了红印。他抬手挠挠头，下意识咬了下嘴角，声音低得像是在嘀咕：别这样夸，再夸我就跑掉了。就是这样的反应，不矫饰，不粉饰，不装酷，也没有明星惯常的那种台本式得体回应。所有羞赧、慌乱、害羞、窘迫，全都是真实情绪的第一反应。也就是这一刻，让整个直播间突然被点燃。有人说爱情像烟火，而这一幕更像不经意间的火花，燎原速度快得惊人。歌神称号的反差，越真实越上头，越上头越被讨论。了解宋威龙的人都清楚，他是喜欢唱歌的，但远远称不上专业，也没有自诩实力派的勇气。甚至在之前的一次活动上，他清唱的时候节奏飘忽不定，气息略乱，唱完后自己先笑着吐槽：我唱得开心，你们听得辛苦。录音老师夸他音色干净，他急忙摆手：别太当真，我只是玩玩。那是一种不装腔、不自我美化的坦率，反而让人觉得可爱。这样一个对唱歌既热爱又心虚的男生，被赵今麦当着几十万网友面前毫不犹豫地封为歌神，这种反差怎么可能不被疯狂讨论？于是网友迅速分成了三派。第一派被甜到失语，别人听跑调，他听仙音，这不是懂与被懂吗？第二派半信半疑，麦这是反向吹捧，还是日常玩笑被直播捕捉？第三派直接磕风，这默契根本不是短时间培养出来的，是熟悉到骨子里的自然。但无论是哪一派，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：这句歌神让直播瞬间升温至沸点。不需要刻意撒糖，不需要宣传噱头，只是一句毫无准备的称呼，就足以让观众停不下来。不造作的默契，让直播变成综艺现场。称号抛出去后，赵今麦还怕别人不信似的，又添了一句：那你唱两句给大家听听呀。宋威龙那瞬间的表情堪称全场最佳反应，像是突然被当众处刑，又像是被朋友卖了还只能憋笑的那种委屈。他抿嘴，眉心皱起，嘟囔：唱可以，跑调我可不负责，是你让我唱的。两人的斗嘴并不是尖锐的，而是软软的，轻轻的，像两个认识很久，互相踩点总是刚刚好的朋友。没有1秒钟尴尬，没有任何拘束，就是那种3言2语就能把彼此拉进同一个节奏的默契。最终在赵今麦的眼神催促加双手比心围攻下，他还是唱了。虽然紧张到尾音发抖，气息不稳的像风吹过的风铃，情绪明显处于越唱越羞的状态，但一个更神奇的现象出现了：赵今麦越听越乐，越听越满意，甚至还不时跟节奏点头。这种不管你表现如何，我都自然的喜欢的态度，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更真实，更动人。难怪网友直呼，这根本比剧里还甜，现实里的互动才是真上头。从大医护人到歌神封号的自然累积，其实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因为自然互动冲上热搜。最早让网友心动的是那场路透里的无声护人名场面。那天突然降温，风大到连工作人员都忍不住缩脖子。赵今麦穿的不算厚，肩膀因为冷而微微耸起。宋威龙只是瞥了他一眼，什么都没说，直接把自己的大衣整个披到他身上。不是小心翼翼的披，而是那种整件盖住他的保护式动作。
那一幕像极了电影镜头，不说话却比语言更有温度。这一次的歌神封号和当时的大一路透一样，都没有剧本，没有摆拍，没有提前酝酿。网友因此总结出他们的相处模式：互宠加互坑等于双倍甜蜜。而真正的默契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。你随口一句，他敢接；你突然调侃，他能懂；你羞，他笑；你夸，他红；你戳他的小弱点，他不仅不生气，还会羞涩回应。这是情绪自然流动的结果，而不是表演技巧的产物。从歌神合集到模仿挑战赛，越闹越甜。歌神封号一出，网友的创造力瞬间爆炸。有人把他过去所有清唱片段整理成合集，标题写得一本正经，歌神的成长史。有人把他每一次气息断续、音调飘忽的片段制作成鬼畜视频，节奏魔性到忍不住反复重看。还有人发起歌神模仿挑战赛，模仿他每一次紧张时的小动作，轻咬唇角，耳朵发红，气息飘忽，唱一半憋笑。评论区笑声连连，甚至有粉丝说，模仿他唱歌比模仿他说话还难。但越闹越甜，越笑越真实，因为所有网友都懂，这样的玩笑只能存在于足够信任的人之间。于是就有了那句最戳心的网友总结：真正的甜是互相能开玩笑，也愿意被对方玩笑。赵今麦为什么敢当众封他为歌神？背后藏着两人的真实相处。所有人都在问，赵今麦那句话是准备好的？是节目效果？还是他想带节奏？又或许是日常玩笑被直播捕捉？但越是回看那一幕，越能确定，他的语气太自然了，不像输出，而像本能。而他害羞的太真了，不像配合，而像反射。这反而让这一句戏谑变得有力量。因为真正能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设计好的甜，而是意外流露的真诚。他们的互动之所以让人着迷，不是因为刻意营业，而是因为彼此在对方面前都处于一种极其松弛的状态。真实最稀缺，真诚最动人，甜是会传染的。从喂红豆沙的暖心小动作，到大医护人的无声宠溺，再到如今歌神封号的羞怯名场面，他们每一次同框都能让网友忍不住露出姨母笑。感谢与号召，感谢你能耐心读到这里。你的每一次观看，每一个点赞，每一条评论，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、有趣又带点甜味的故事，欢迎在下方留下你的想法，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名场面。别忘了点击一下订阅，这样我就知道你愿意继续陪我追下一个又甜又真又好笑的瞬间。我们下次再见。